反鱼雷鱼雷，战舰也要装备主动防御系统。如果现代海战中战舰最大的敌人是谁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鱼雷。但如果问如何反鱼雷，答案却是五花八门。软杀伤则是干扰引诱，硬杀伤则是直接摧毁鱼雷。在硬杀伤的领域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深水炸弹的任务，只是效率堪忧。拦截率最高、性能最好的还是反鱼雷鱼雷，也就是负责反鱼雷的鱼雷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反鱼雷的最佳手段。使用硬杀伤手段拦截敌方弹药，并非战车主动防御系统的专利，军舰呢也可以这样做。荷兰国防部已经启动一项新的军事计划，在2029年采购反鱼雷鱼雷系统，并将其部署在新型反潜巡防舰上。潜艇、两栖运输舰也将配备这种硬杀伤系统，以拦截鱼雷或水下无人载具的攻击。荷兰采购反鱼雷鱼雷系统并非异想天开，就性能来说，对现代军舰威胁最大的武器并非导弹，而是鱼雷。一般情况下，反舰导弹很难击沉战舰，只能摧毁其上层建筑，使其失去作战能力。军舰虽然没沉，但是结果差不多，基本上等于一个植物人，什么都干不了，根本不用补刀，甚至还能围歼大员。至于击沉战舰，想都不要想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佩里级护卫舰。在2022年的环太军演上，美军的佩里级靶船承受4枚反舰导弹与1枚炸弹的攻击，却依旧没有沉没。虽说这里面包含其他原因，比如佩里级上没有弹药、发动机，无法引起殉爆，但军舰本身的结构强度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仅摧毁上层建筑很难击沉军舰。如果是鱼雷的话，那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，水下攻击的威力更大。反舰导弹是在空气中爆炸，而空气是可以压缩的，对爆炸威力起到了缓冲作用。而鱼雷是在水下爆炸，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35倍，能将爆炸产生的威力完全传递到目标上。只要不是阉割版，正常发育的鱼雷威力都比反舰导弹要大，并且鱼雷一般都是后入式，在舰底爆炸后，冲击波直接以每秒7000米的速度膨胀，可以直接击穿舰底，使其拦腰斩断。按照美军的要求，1到2枚 MK48 就摧毁一艘台风机和潜艇，命中5枚就可以摧毁尼米兹级。这就有一个小问题了，如何反鱼雷？对于军舰来说，想要躲避鱼雷带来的伤害，主要分为2种方式。被动防御技术与主动防御技术与战车的防御系统类似。战车的被动防御系统就是加装爆反或者更厚的装甲，就算是被炮弹炸到也不影响战力。军舰呢也可以这样做，比如在舰体两侧或尾部设置防鱼雷网，直接拦截鱼雷。采用双层舷体或防雷隔舱结构，通过牺牲外部结构吸收鱼雷爆炸能量，也可以通过消声涂层、消声瓦、改进螺旋桨设计等方式降低舰艇噪音，使声自导鱼雷探测距离缩短，也就是隐身坦克的概念。主动防御技术也并非战车的专利，相比较战车，军舰的主动防御技术更多，比如可以通过战术机动规避来躲避鱼雷的打击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跑得够快，别说鱼雷，导弹都能躲。高速变向机动属于防御鱼雷最好的方法，不需要加装任何装备，消耗也最低。不过在实际作战中，这点很难实现，尤其是大型战舰，转向速度太慢，即使是大型核动力航母，航速也不过30节，比鱼雷还慢10节。而且各国对于鱼雷的速度要求通常有一条简化的规则，那就是鱼雷和所攻击目标的速度比不会低于3:2。所以一般情况下，以高速机动的方式很难躲避鱼雷的打击，除非是小型快艇 vs 重型鱼雷。除了机动，军舰也可以通过气泡幕干扰鱼雷，或拖曳式诱饵诱导鱼雷。前者是通过释放气泡幕模拟舰船尾流，干扰尾流自导鱼雷，后者则是通过模拟舰艇声学特征，诱导鱼雷攻击假目标。比如美军的 SLQ-25 水晶系统，类似战机遭遇空导弹时发射红外诱饵弹。在主动防御系统领域，以上这几种方式都属于软杀伤，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则是硬杀伤，比如火箭神弹，直接摧毁或瘫痪其制导系统。但问题在于，随着鱼雷抗干扰能力增强，以及火箭神弹缺乏精确制导，这2种方式存在很大的限制。最有效的反鱼雷手段就是反鱼雷鱼雷。
就目前来看，现代鱼雷主要分为4种：直航鱼雷、线导鱼雷、声自导鱼雷、尾流自导鱼雷。直航鱼雷就是最简单的鱼雷，没有寻地设备，以预先设计的航线在中距离发射，没有重新攻击能力。这种鱼雷的攻击能力一般，使用火箭神弹就可以将其摧毁。线导鱼雷与光纤无人机类似，在整个航程范围内都是线导制导，自身不发出信号，也可以带有声呐，在攻击末端启动自主寻地。MK48 就是如此。声自导鱼雷使用被动声呐和主动声呐获取目标位置以进行制导，一般用于中程攻击，这就相当于安装雷达的导弹，只不过声呐探测的是目标产生的噪音，而不是雷达信号。尾流自导雷达就是通过目标尾流捕捉目标，相当于空对空导弹中的红外制导。就像导弹一直在升级一样，鱼雷呢也是如此。现代鱼雷的作战能力已经越来越强，绝大多数鱼雷具备航向调整能力，一次攻击不成功可以调转航向重新攻击，就比如 MK48， 第一次攻击没能命中，能转向并重新启动寻标器搜索，对目标进行反复攻击。还有的像导弹一样，攻击末端会采用蛇形机动，使目标更难探测并反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普通的反鱼雷方式已经不好用了，硬杀伤才是王道。美军这边之前推出了水下幽灵反鱼雷鱼雷系统，直径171毫米，长度2.4米，整体安装在密封发射筒中，无需维护保养，作战时直接使用，航速达到了60节，超过世界上任何一艘大型舰艇，性能也很出色。装备多模探测系统，比如主动声呐、被动声呐，可以探测敌方鱼雷的位置。当然，与导弹一样，反鱼雷鱼雷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锁定。美军水下幽灵的控制与制导部分全部数字化处理，并使用高度集成化的处理芯片阵列，可以把方位距离控制、制导、引信等功能全部集为一体，可以分析出敌方鱼雷的弹道，并对其进行拦截。2013年5月中旬，美国海军的布什号航母就已经测试了水下幽灵反鱼雷鱼雷系统，证实该系统已经具备发现、识别、跟踪以及拦截鱼雷的能力。在测试期间，水下幽灵反鱼雷鱼雷一共摧毁了7个鱼雷形状的水下目标。俄罗斯那边，海军就靠潜艇与鱼雷撑场面，如何反鱼雷也是一清二楚，推出了巴吉特 E-NK 系统，口径324毫米，有效作用距离从100米到800米。整套系统包括目标识别声呐、自动火控子系统、反鱼雷鱼雷以及发射装置组成。声呐负责侦察目标，火控负责处理侦察到的目标数据，之后进行拦截。模式与美军的水下幽灵类似。此外，德国阿拉特斯电子公司也推出了一款海蜘蛛反鱼雷鱼雷系统，这是世界上第一种专用于反鱼雷的潜艇水面舰艇通用型鱼雷，直径210毫米，声呐具有主动、被动及拦截作战模式。一枚海蜘蛛可以对抗1枚鱼雷，模式也就那老一套，侦察、锁定、拦截。一定程度上来说，反鱼雷鱼雷系统就相当于一种防空系统，有雷达、火控、导弹、发射架，在侦察到来袭目标后实施拦截。在杀伤方式上，更多的是范围性爆炸，利用冲击波摧毁或毁伤鱼雷。在防空系统领域，这叫做破片杀伤。不过与防空导弹不同的是，反鱼雷鱼雷的研制难度很高。将空导弹改装为防空导弹可以说很简单。MIM-72小械术就是由 AIM-9D 空导弹改装而来。美国也曾将 AIM-120移植为地空导弹系统，填补毒刺和爱国者之间的防御空白，被称为高机动车载防空系统。最近几年非常火的 NAS-AMS 也是如此。但是鱼雷与反鱼雷鱼雷完全不同。在声呐系统方面，一般情况下，鱼雷带个被动声呐系统就足够了。但是反鱼雷鱼雷最低要求就是自导，它需要直接发现目标并给出目标信息。在弹道设计上，二者也有很大的区别。鱼雷的目的很简单，通过声呐发起目标后直接来一发，过程怎么做都行。但是反鱼雷鱼雷不同，它的目标是鱼雷，这就对机动性、导引有很大的要求，设计难度也更大。在机动性方面，考虑到来袭鱼雷末端高速、大机动性的情况，反鱼雷鱼雷在拦截目标时需要不断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，这又对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至于导引方式也很好理解，一般的鱼雷无论是配备声呐还是通过目标尾流捕捉目标，都可以攻击传递。但反鱼雷鱼雷不行，在大设计下，反鱼雷鱼雷的自导扇面足够大，才能覆盖目标可能散布区域，而且反鱼雷鱼雷捕获目标时的目标旋角过大，
前者给鱼雷自导系统的设计带来了很大的麻烦，后者造成反鱼雷的拦截概率显著下降。如果自导系统无法满足上述要求，那就只能配备专用引信，比如主动声引信。来袭鱼雷发射面积很小，并且壳体大多为铝合金材料，磁信号对其的检测作用有限，因此电磁引信、磁引信都没有应用的可能。就声引信而言，被动声引信定距困难，但主动声引信不仅能测距，而且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，可以满足反鱼雷的需求。在俄罗斯、法国的鱼雷上，主动声引已经成功应用。也正是因为研发难度的问题，世界上大多数的反鱼雷系统都处在实战装备初级阶段，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。对于军舰而言，想要更好的适配反鱼雷，最好的选择就是与现役鱼雷共同发射装置，甚至是兼顾反潜和反鱼雷功能。就威力来看，这点的确是可以的。目前各国海军的主要鱼雷口径有2种，533毫米和324毫米。标准的潜艇发射鱼雷为533毫米，324毫米鱼雷作为空投鱼雷，或者有一些水面舰艇使用。俄罗斯的巴吉特 ENK 系统口径就是324毫米，大概是出于可以与现役舰艇共用鱼雷发射装置的目的。至于威力也相当足够，反鱼雷的拦截效果主要依靠冲击波，如果选择将在击中潜艇时爆炸，就可以完全将冲击波的能量用于攻击潜艇，而不是大范围的杀伤。美国海军水下防御系统部门曾表示，尽管反鱼雷不能预期替代轻型和重型鱼雷，但是也给舰艇指挥员多提供了一种攻击选择，同样也可以用作反潜武器。当然，聊到鱼雷，就自然少不了超空炮技术。当物体在水中的运动速度超过100节时，后部就会形成水蒸气泡，产生超空炮流体，可以降低鱼雷在海中运动的阻力。就比如俄罗斯火箭推进的风雪超空炮鱼雷，速度能提升到200节，大约每小时370公里。只可惜，现在超空炮技术并不成熟，机动控制和声自导存在难题，在鱼雷上都是如此，更别说用在反鱼雷上了。总的来说，反鱼雷才是未来发展路线，只是反鱼雷技术非常复杂，探测和应对均十分困难，特别是对尾流自导鱼雷，发现高速来袭的鱼雷到做出反应的时间很短，大约仅在1分钟内。想要对付鱼雷，最好的选择还是源头打击，毕竟打击敌方炮兵阵地比拦截炮弹简单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反鱼雷的性能如何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